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。郭夫是个典型的矛盾体，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在意着杨过，却因为杨过不去迁就他、讨好他，而对杨过厌恶至极，甚至不想听到他的名字，是明显的又爱又恨。由于他对杨过的罪行，因而他的角色很不讨好，甚至有很多读者对他很是憎恶。同作为北峡郭靖的儿女，他的弟弟最终殉城报国，妹妹则是出家为尼。那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今天阿浪就这个问题一探究竟。郭襄眼中的郭夫死得未必非常惨，但是很窝囊，提起来不但伤心，而且是极其丢人现眼。因为郭襄是把郭夫当反面教材解读的。根据灭绝对周芷若所说分析，郭祖师有个姐姐郭夫，生性鲁莽暴躁，因此从灭绝师太对郭夫的称呼可以看到，郭夫很不受待见。明明是祖师家人长姐，但郭襄徒孙灭绝师太对郭师祖的大姐直呼其名，如路人一般，可以说很不尊重。灭绝如此直呼其名郭夫，也没觉得不妥。但灭绝说起郭破虏，说的是郭公破虏青年殉国，郭公英年早逝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郭破虏，加了一个公字，显然是充满尊重敬佩。郭夫如果死于襄阳城之战，那郭襄出于人死为大的考虑，应该说大姐郭夫幼弟郭破虏英勇战死，可见郭夫实在是没啥光彩的地方。即便是没有死于襄阳城破，如果郭夫江湖上很受尊重，后辈江湖中人口中好歹有个头衔的，比如原丐帮耶律帮主夫人是郭祖师的姐姐，或者郭大侠黄帮主的长女郭夫，或者是郭家长姐归名一个夫，而不是郭祖师有个姐姐郭夫，仿佛这是个附带品一样。很明显，郭襄给徒弟说起姐姐的时候，显然说的是我有个姐姐郭夫，生性鲁莽暴躁，担不起事。可见郭襄出家收徒的时候，郭夫已经和郭襄脱离了联系，从江湖上销声匿迹了，否则言辞中好歹也要顾及耶律夫人的脸面。作为后辈徒弟的灭绝对祖师的姐姐直呼其名，明显是不尊重。实际上，后辈如果对前辈直呼其名，基本上是无礼。《倚天屠龙记》屠师大会，夏老英雄一句郭襄女侠，把峨眉派得罪了。原文是这样：夏纣惨然道，姓夏的学艺不精，惨受名叫猪魔头的凌辱，那是姓夏的本领不济，却不损在下一生侠义之名。晋家师太，你如此狠毒，对得起贵派祖师郭襄郭女侠吗？峨眉派群弟子听他提到创派祖师的名讳，一齐站起。晋家两条长眉斜斜竖起，喝道：本派祖师的名讳，岂是你这帮人随便叫的？灭绝称呼祖师的姐姐，没有任何头衔的直呼其名，基本上是发自内心的不尊重。但是我们看到，郭襄对张君宝说的是，姐姐也就是脾气大一些，让一让就行。言辞并没有那么不客气，起码是尽量照顾郭夫形象了。但和徒弟徒孙讲的郭夫，就变成了生性鲁莽暴躁，这里的生性显然是有些强烈不满情绪的。因此郭襄把郭夫当作反面教材给徒弟徒孙谈论，灭绝自然对郭祖师的姐姐非常不客气。这也侧面证明了郭夫并非殉国，也并非改嫁。要是改嫁杨过，郭襄估计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接着来看郭夫的性格。郭夫的性格，我们说的不好听点，就是喜欢狗仗人势，喜欢惹事儿，也敢惹事儿，只是惹事后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。所以郭夫狗仗人势起来，那是不可理喻的。他总会把自己的爹娘卖公的能力势力无限夸大，把各种潜在的危险无限模糊。正如此，他才什么事也敢干。郭夫只要做点事儿，他的老娘黄蓉就会替自己买单。要知道，外公就是传说中的东邪，所以经常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比如去找妹妹那次，上次就挑了万寿山庄的场子，而且是对方容让之后下毒手。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有多大，他才不会多想呢。还有开襄阳选帮主大会，他担忧的是杨过抢帮主，抢了我的风头怎么办呢？而黄蓉担忧的是，万一杨过要报仇，他武功那么可怕，轻易杀了宁魔心，这一次又来了这么多人，要血洗郭家，只怕郭家不死几个没法交账，搞不好要灭门，怎么办呢？
总而言之，对于郭夫而言，反正天塌下来老娘黄蓉顶着。郭夫他对郭家名号的威慑力非常有信心。至于黄蓉本人对自己的威慑力有没有信心，那就是黄蓉担忧的事了。郭靖、黄蓉活着的时候，有能力当着黄蓉的面威胁到郭夫的人物不超过10个：金轮、一灯、公孙止、杨过、小龙女、黄药师、裘千仞、周伯通、欧阳锋、洪七公。这种情况下，郭夫能惹翻2个，而且是郭靖、黄蓉极力恩义结交的杨过夫妇，把2家交情直接清零。杨过去襄阳救郭襄，不过是2家交情的回光返照而已。至此之后，基本上是知道名字的陌路人。可以说，郭夫属于根本没有脑子，武功2流不到，偏偏特能惹事儿，而且没有眼色的奇葩女子。都不说别的，郭夫的行为模式可以说他的行为很容易预测。第一种，襄阳破了，郭夫流落江湖，很快饿得讨饭，然后随便跑到一个人家，我是郭靖、黄蓉的女儿，给我酒肉。身份暴露，郭夫被抓了领赏。第二种，身份暴露，被武林中的野心家盯上，绑票，逼迫说出9阴真经的武功藏在哪里，酷刑上身，最后被整死。因为郭夫这辈子只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遇到事情大喊我爹娘是郭靖、黄蓉，遇到所有无法解决的事情都是这招摆平，而且以他的智商，基本上没有他能解决的事情。但问题是，郭靖、黄蓉死后，大家不会因为郭夫、郭襄是烈士子女就对他们善待，恰恰相反，他们面临双重威胁。第一，因为他们极有可能知道郭靖武功的宝藏，眼红郭靖的武功，自然要在他俩打主意，寻找线索。第二，元朝朝廷的通缉也是一道威胁，朝廷有的是钱财收买武林人士。总之，郭靖、黄蓉死后，他们夫妇的名头反而是种威胁。宋末元初的江湖是异常血腥的，哪怕武功强如剑魔一般的杨过和比肩林朝英的小龙女，那时候也不敢涉足江湖了。等待局势不再危险时候，杨过夫妇真的已经老了，没有那种心气儿了。郭襄硬生生练了一身绝世武功，郭夫能行吗？倚天剑有此剑不饮血不还窍的传统，以前以为是灭绝师太太凶，实际上是倚天剑第1代主人郭襄时候就那样，一旦动倚天剑就不能让对手活着。为了掩盖倚天剑的踪迹，郭襄女侠一旦抽出倚天剑，往往杀死对手而不留情。至于郭夫，那就差远了。除了武功3流，郭夫最大的硬伤就是自己的性格。如果不是因为郭靖、黄蓉，郭夫在江湖底层混都混不下去。但好就好在郭夫有个好老公耶律齐。首先，耶律齐是不可能叛变的，否则就不会有后世杰出帮主的一说。且在连载版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后人耶律渊如，所以在耶律齐的保护下，郭夫只能说在中原混不下去，还不至于被人弄死。那么他的结局其实只剩下了一条路。到此，我们可以排除了所有关于郭夫的猜测，殉国、改嫁、丈夫叛变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。殉国是很长脸的事，像郭靖、黄蓉夫妇立下多少功劳，后人提起时还得把他俩杀身成仁重点强调下。郭夫身为丐帮帮主的夫人，峨眉派开山祖师的姐姐，哪怕就是想逃没逃成，死在乱军之中，也值得这俩帮派后人吹一吹。然而并没有，峨眉派可是连郭破虏怎么训成都说了，新修版更是提到了郭夫，只说他脾气不好。至于丐帮也提起过他，也只是帮主夫人而已，倒是对耶律齐尊重得很。这也能说明，第一，他没改嫁，否则丐帮之人就不会称他为帮主夫人了。耶律齐也没有叛变，真叛变了，别说丐帮了，所有武林中人提到他还不得先骂一句，也说明甚至耶律齐都没训成。按照连载版，两人还有后代继承了丐帮帮主之位，所以对于郭夫来说，殉国、改嫁、丈夫叛变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阿朗猜测，两人在襄阳城破之前就逃走了。书中写过，黄蓉是早料到襄阳城守不住，自己战死也只是了了一个心愿，不会让子女甚至他人跟着做无谓的牺牲。而且为了抗元，保存丐帮也很重要，郭夫夫妻重点要忙这事儿。丐帮可不像一刀一剑那样拿了就能走，撤离襄阳可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，所以应该在黄蓉开始筹建时，郭夫就离开了。去哪儿？最大可能是辽东。
耶律齐是契丹人，辽东当地有不少他家的家族势力，蒙古对其控制却较弱，又不像昆仑山、桃花岛一样太过偏僻，无法及时联系各地丐帮子弟。所以张无忌遇到丐帮在辽东附近聚会，而不是天龙、射雕时期的君山，这样也能解释为何辽东来的长白三秦部，但比见多识广的张三丰更了解倚天屠龙的历史，而且他们处理刀的方式是除了峨眉派掌门外唯一正确的。很多人在读到长白三秦火炼屠龙刀这一段时，多少都会觉得奇怪，三个老家伙吃饱了撑的，搞这么大的火烧屠龙刀想干什么？这很正常，因为当局者于代言也摸不着头脑，而一心要夺屠龙刀的白袍客也莫名其妙，所以才会大喊大叫，损毁宝刀，伤天害理，快住手！其实通过后面的情节反推，不难发现长白三秦并没有被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，不敢莫从，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这几句话所迷惑，而知道屠龙刀的秘密实际上藏在刀里面，所以才会铸火炉烧大火来融化屠龙刀。而这也间接证明了郭家有后人在辽东，那就只能是郭芙了。襄阳大战，烽火连天，将士冲锋，战马厮杀。眼看耶律齐带领的300人马被蒙古士兵团团围住，郭芙的一颗心都沉了下来。他想要领着一队兵马突围相救，却被2个蒙古千人梯队给阻拦住。夫妻2人遥遥相望，危在旦夕。见此情景，杨过从厮杀中抽出身来，对着郭芙说：“若是愿意磕3个响头，便去将她丈夫救回来。”几乎没有丝毫迟疑，郭芙翻身下马，双膝跪地，便磕下头去。这个举动让杨过大吃一惊，或许他只是故意戏弄，存心刁难一番。没想到昔日里那个飞扬跋扈、宁死也不服输的郭大小姐，竟然真的愿意屈尊。她立刻飞身上马，冲进蒙古军队中，挥旗横扫，奋力厮杀，将耶律齐从4面楚歌中解救了出来。丈夫终于得救了，屯在土丘之上略施喘息。而那个总是在危难关头挺身相救的人，已经从昔日的俊朗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模样，尤其是那空荡荡的袖口挥舞起来，竟然令人心酸。往事如昨，历历在目。年少时的那些泪与笑，命运中的那些是与非，在隔了20多年之后，像一阵青烟一样飘荡在眼前。郭芙终于忍不住盈盈下拜，他语带哽咽地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一生对你不住，但你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，救了。”话还未说完，杨过已经扶起了他，平静地说：“福妹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常闹别扭，其实情若兄妹。只要你此后不再讨厌我、恨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如果说前一刻的那句郭大小姐是故意刁难，也是调侃戏谑，那么这一刻的福妹就在云淡风轻之外，又多了一份情深意重。至此，两人之间的所有恩怨都消散在了烽火连天里。这一刻，郭芙也终于幡然醒悟，原来这20多年来对杨过的所有怨恨、所有敌对、所有轻视，只不过是因为他从来都不曾给过他半点柔情。他不会像大武、小武一样对自己百般讨好，也不会像耶律齐一样对自己疼爱有加，他也没有给他3根金针与1腔温柔。他就像是他心里迫切想要得到，但却又一直得不到的礼物。他是一个骄傲到骨子里的人，既然得不到，那就干脆不要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厌恶与仇视，因为唯有如此，他才能说服自己不再去贪恋这份美好。回顾这一生，有名满天下的父母，有武林高手的呵护，还有武士兄弟的爱慕，要风的风，要雨的雨。但唯有杨过是他这一生无法得到的遗憾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他怅然若失了20多年，才终于明白了自己最隐秘的心事。郭芙从一出生就拥有了太多。他父亲郭靖是名满天下的侠义之士，母亲黄蓉是天下第一大帮派丐帮的帮主，外公黄药师是威震武林的东邪，师祖洪七公是武功盖世的北丐。他生长在桃花岛那个宛若仙境的地方，父母将小红马、双雕和软猬甲这些稀世之宝都给了他，就连想要一颗夜明珠，都有大武、小武抢着献殷勤。或许在他的字典里，从来就没有得不到这3个字。他初入江湖，就有江南7怪之首的飞天蝙蝠柯镇恶保驾护航，一登场就是带着双雕攻击女魔头李莫愁。
那个时候的他不过才8、9岁，却是锦衣明珠，如花娇艳。杨过第一眼见到，便忍不住调戏他小美人儿，也挺秀气。而他呢，扁嘴发怒，叫杨过小叫话，嘲讽他的破窑洞。这就是郭芙与杨过第一次相遇的情形。一个是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处处彰显优越感，眼神更是睥睨一切；而另一个却是孤苦无依的穷孩子，天天风餐露宿，饱尝人间疾苦。可以说，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，或者说，郭芙与生俱来的起点是杨过无法抵达的终点。所以，他任性，他固执，他骄横跋扈，他自卑敏感。就连长大以后的再一次相遇，纵然他已经出落得美艳动人，他也只是不动声色地在旁边打量着。杨过与郭芙多年不见，偶尔想到她时，总记得她是个骄纵蛮横的女孩，哪知此时已长成一个颜若春花的美貌少女。她一阵疾驰之呼，额头微微见汗，双颊被红衣一映，更增娇艳。郭芙继承了黄蓉的美貌，纵然是在美女如云的神雕侠侣中，也是冠压群芳的。金庸老师借杨过之口形容她比知路无双、完颜萍、耶律燕等还都美上3分，这一点也确实曾让杨过脸红心动。杨过见她这么一笑，犹似一朵玫瑰花忽然开放，明媚娇艳，心中不觉一动，脸微一红，将头转了开去。再来看郭芙，她虽然嘴上对杨过尖酸刻薄、恶语相加，但心里还是有好感的，总是杨大哥、杨家哥哥这么唤他。如果按照一般的剧情发展，他们两个打小相识，两家又是世交，可谓青梅竹马，要成就一段姻缘也不是难事。可最终却分道扬镳，还差点成了一世仇敌。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那年在桃花岛上，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一同戏春，郭芙的蟋蟀斗不赢杨过的，就撒娇讨要。杨过不肯，他就气狠狠地将蟋蟀踩死。杨过气恼极了，甩手重重地打了郭芙一个耳光。郭芙从小到大都有父母宠着，在外闯了祸也有人护着，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？就算后来找杨过出回了一口恶气，但这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却早已响在了心头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便知道杨过与大吴小武是不同的，他不会顺从他，更不会奉承他。他像自己一样骄傲，但却比自己更加固执。几年以后，大圣观英雄大会上，杨过智斗金轮法王与霍都，从此一战成名。郭靖、黄蓉当着天下英雄豪杰的面，将郭芙许配给他。当时郭芙是什么反应呢？原著这么写道：早已羞得满脸通红，将脸蛋儿藏在母亲怀里，心觉不妥，却不敢说什么。如若他心里没有杨过，不肯嫁给他，恐怕不会是这般少女含羞的模样。要知道，当年黄药师要把黄蓉嫁给欧阳克，黄蓉的第一反应就是掷出一把金针，想置欧阳克于死地，被黄药师拆穿后，当即哭了出来，喊着反正我宁可死了，也不嫁这坏东西。听到父母的指婚，他心里恐怕是带着几分得意的，虽然嘴上没少，但心里多少是中意的。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那个时候的杨过心里只有小龙女，早已将小龙女当成了整个世界，所以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甘愿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也要与师父相爱，断然拒绝娶她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，而破碎的除了那一份爱慕，还有那股浓烈的自尊。她那么美那么好，凭什么他不愿娶？他父母待他恩重如山，他却当着天下人的面让他们颜面扫地。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羞辱，更化作了一股恨意，犹如一把火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着。后来杨过为了调解武氏兄弟的纠纷，谎称郭靖已经把郭芙许配给了他，让他们不得对他未过门的妻子再生情丝。不料这个善意的谎言却被小龙女听去了，她信以为真，心灰意冷，还将淑女剑转赠给了郭芙。如果说前一次当着天下人的面拒婚已经给郭芙心里埋下了一颗炸弹，那么这次听到杨过竟然在背后乱说，无疑就是一根导火线，直接把炸弹给引爆了。他怒气冲冲地找杨过算账，而杨过却打死也不相信这件是小龙女送的，一时情急便说是他偷的。郭芙本来就已经暴怒到了极点，杨过不肯娶她也就算了，还要阻挡大武小武对他的感情，如今还敢说他偷小龙女的剑，当即拔剑就砍，硬生生将杨过的手臂砍断。
其实这砍断的不仅是一条手臂，也砍断了他们之间的所有情谊。在长大之后的相遇里，杨过对于郭芙确实曾经有过一刹那的心动，只不过心动只是一时的，何事才能长久？或许从郭芙对他透露心事，对大武小武两兄弟的爱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，这个对爱贪心又犹疑不定的女子，终究不是他的良配。所以他冷眼旁观，从不愿费力讨好。他小心翼翼地将一颗真心妥帖收藏，只有遇到真爱之人，才愿意倾囊而出。而且杨过心思深沉，郭芙口无遮拦。他没有遗传黄蓉的智商，连情商也不在线。原著里两人曾有这么一段对话，杨过笑道：“我又不是英雄，若是也来与会，岂不教那些大英雄们笑话？”郭芙道：“那也说的是。”微一沉吟道：“反正陆家庄不会武功之人也很多，你跟那些账房先生、管家们一起喝酒吃饭，也就是了。”杨过一听大怒，心想：好啊，你将我当作低三下四之人看待了。如果一个女人无时无刻不在你面前显示自身的优越感，而且说话做事总是尖酸刻薄得罪人，相信没有几个男人承受得了。尤其杨过虽然有些自卑敏感，但骨子里到底还是有一股傲气的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郭芙显然早就被杨过排除在外了。细细梳理可以发现，杨过生命中最大的冲击都是郭芙一手造成的，可以说他间接成了他命运的操盘手。第一件就是砍断了他的手臂，让他四肢有了缺憾。第二件就是在古墓派为了报复李莫愁，却发毒针误伤了小龙女。虽然是无心之过，但却让杨过与小龙女生生分离了16年之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郭芙虽然算不上大奸大恶，但却让很多人心生厌恶。但偏偏也是这么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女子，最终嫁得良人。她的丈夫耶律齐出身尊贵，皇族之后，文武双全，侠义机智，儒雅俊逸，可以说是郭靖与黄蓉的优秀结合体。最重要的是，郭芙那样的脾气，也唯有耶律齐能够百般包容，千番呵护。自从嫁给了耶律齐，郭芙身上的戾气也少了，虽然还有些大小节的任性，但眼角眉梢也有了一丝柔情。直到16年以后，已经30几岁的她，在襄阳大战的生死存亡之际，才恍然明了自己多年的心事。虽然有几分寥落，但她应该庆幸这份后知后觉，而且没有执念，才更能放得下。反观程婴、陆无双与公孙绿萼，一个个为爱飞蛾扑火，到头来不是终身未嫁，就是香消玉殒，也只能空自喟叹矣。而郭芙不同，他们是选择我喜欢的，他却选择喜欢我的，所以懵懵懂懂之间，倒也收获了一份真情，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所以说，爱情里当真是一念成月，处处繁花处处锦；一念成直，寸寸香，丝寸寸灰。按照道理来说，大多父母都稍微偏爱小一点的孩子，因为相对而言，年龄小，大的应该是要让着点小的。但在金庸大师的《神雕侠侣》中，却刚好相反。黄蓉处处对郭芙包容，加以偏爱，不管是郭芙捅了多大的马蜂窝，黄蓉都在后面兜着。然而却对小女儿郭襄却非常严格，还指责郭襄应该向姐姐学习，甚至将软猬甲传给郭芙。同样都是黄蓉怀胎10月的骨肉，为何却更加偏爱郭芙而不是郭襄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老大照书养，老二照猪养。新当父母的人对第一个子女都没有经验，作为爱情结晶的第一枚果实，都非常用心，也难免会溺爱，那在教育方法上多少都有欠缺。包括黄蓉自己在桃花岛不也是受黄药师百般宠爱吗？也正因为作为黄蓉郭靖的第一个女儿，多少都被宠坏了，导致养成刁蛮任性、娇生惯养的性格。在第1回里曾有对郭芙的性格进行描述，这女孩不到1岁便已顽皮不堪，郭靖有时看不过眼，管教几句，黄蓉却着意护持，郭靖每管1回，结果女儿反而更加放肆1回道。郭芙5岁那年，黄蓉开始授她武艺，这一来，桃花岛上的虫鸟走兽可就遭了殃，不是羽毛被拔得精光，就是尾巴给剪去了1截，昔时清清静静的隐士养性之所，竟成了鸡飞狗走的顽童肆虐之场。神雕侠侣中，郭芙刚出来之时，是在破庙之中，跟着郭靖的大师傅柯镇恶一起，说话毫无顾忌，张口就来。在后面，郭芙更是砍断杨过右臂，还让小龙女中了毒，
郭靖气得简直想杀了他，但黄蓉却再次包容。砍断杨过右臂之后，害怕郭靖会一气之下杀了女儿郭芙，就立即让女儿逃出去，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慰郭芙，似乎郭芙并没有做错一样。16年后，郭襄向周伯通交换丑事时说过，郭靖巡营之时发现一个站岗的士兵睡觉，就要以军法处决士兵。郭襄见这士兵可怜，就放士兵逃走了，结果被郭靖狠狠地打一顿。郭襄外貌秀美，甚至有几分与黄蓉相似，而此时黄蓉却没有站出来维护，可见黄蓉这时变得非常理性，支持靖哥哥的做法。也正因为黄蓉的溺爱，导致郭芙养成刁蛮任性的性格和大小姐脾气，比如说话苛刻，到处得罪人，闯祸。也许此时的郭靖、黄蓉觉得第二个女儿不应再溺爱，于是郭靖就加强了对儿女的教育问题。尤其是郭襄和郭破虏出生时，郭靖和黄蓉已经不是单纯的武林人士，还肩负着家国情怀，这时候已经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考虑问题，所以对郭襄会更加严格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还有就是两个女儿的性格不同，郭芙遗传了郭靖的笨，还有黄蓉的刁蛮，而郭襄遗传了郭靖的理性以及黄蓉的智慧，性格且独立。郭芙说话难听，经常攻击他人，不懂得将心比心，比如骂大小武是废物很多次，大小武打不过公孙止也被骂废物，一点不给别人留情面，恨不得让别人丢人丢到底，让全世界都惯着自己。这性格16年后也没有改变。16年后，风陵渡一个宾馆内，郭芙问老板来3间房子，老板回答已经住满，没有了。郭芙生气地说那就来1间，老板依旧说没有了，气得郭芙狠砸桌子。这脾气这性格确实被宠坏了，跟强盗没啥区别，好像全世界都应该让着自己一样。杨过在丐帮大选之上救了郭芙，郭芙还不向杨过道谢，只谢谢外公，这做人真是也没谁了。尤其是郭襄当年还是娃娃时，杨过对郭芙说，放心，你妹妹安然无恙，我是不会用她交换解药的。郭芙说有我娘在，你当然不敢，气得杨过当场就想抽她。郭芙找郭襄回家，郭襄说要和朋友们告别，郭芙来了一句哪有什么朋友，就这些猪狗朋友。估计当时的朋友们都快气死了。这种种事迹表明，郭芙之所以惹人厌，除了性格，还不懂人情世故。还有当时陆无双说程婴是黄药师的徒弟，论辈分还是郭芙的师姑呢。但郭芙却说谁知道是真是假，多少无耻之徒想冒充我外公的徒弟。仅这些话就证明郭芙说话大多都不过脑子。说话不过脑子的人，做事也不怎么过脑子，不顾他人，只管自己舒不舒服。包括在动不动就提自己爸妈是郭大侠、黄女侠，外公是黄老邪等等。要不是有这关系，以郭芙的性格，真的太难在江湖上生存了，不说活着，至少都被人打了上千次。回头再看郭襄，郭襄的性格比较独立，10几岁就到处跑，结交一些江湖的朋友。当听到助人为乐的神雕大侠之时，就非要去看看，也不管危险不危险。听说杨过去抓九尾狐，非要跟着去，还间接促成了周伯通跟英姑的姻缘。比如周伯通说自己年轻做了丑事，没脸见英姑，郭襄立即就说我也做过很多丑事，反而是很懂得为别人的面子考虑。比如周伯通说自己跟段王爷的妃子有关系，郭襄立即就说既然段王爷这么多老婆，给你一个也没什么呀。郭襄这情商是非常高的，非常懂得人情世故，跟姐姐郭芙不管是性格还是做人方面都完全不一样。最后就是由于二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，加上教育的不同，导致郭襄的生存能力强，而郭芙则需要依赖父母。在《神雕侠侣》中，郭芙几乎从头到尾都是跟着父母，从来没有独自一人闯荡过江湖。只要郭芙出现，郭靖夫妇几乎就会跟随其后。受宠无比的郭芙是没有在野外生存能力的，所以斩断杨过手臂之后，被黄蓉安排到一个黑屋之时，他就大哭起来。没有了爹娘的关爱，自己就失去了力量，毕竟自己的力量来自于父母的声望。郭芙出生在桃花岛，生来衣食无忧，除了郭靖夫妇，还有柯镇恶等人，包括大小五小跟班都捧在手心。而郭襄出生时，襄阳城遭到攻击，郭靖夫妇差点死于暗杀者之手，从小也被争来争去。这也是为什么郭襄长大之后就喜欢到处走动，不服管教，
跟外公黄药师性格有几分相同，骨子里带着几分邪气。姐姐郭芙甚至称他小东邪。除此之外，郭襄在饭店吃饭，身上忘带钱之时，还会礼貌地问：“不好意思，店家，我出来时身上没有带钱。”这至少证明郭襄并不会依靠父母的名声在外面骗吃骗喝，跟姐姐郭芙大闹客栈完全是两个人。也正是因为到处行走江湖，郭襄越来越懂得为人处事、人情世故。在新修版《神雕侠侣》中，就连金轮法王这个大对手都要收他为徒，甚至最后舍命救了郭襄。就凭这一点，也可以看出郭襄在为人处事上确实远超姐姐郭芙。作为父母，郭靖、黄蓉肯定是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性格，因此才对郭芙更加偏爱。毕竟郭襄这么聪明，在外闯荡多年，让黄蓉、郭靖放心。而郭芙则不同，没有黄蓉、郭靖的庇护，甚至可能连生存都是问题。郭芙是黄蓉一手带大的，母女二人几乎从未分开过。从郭芙出生起，黄蓉就对她投入了全部心血。她们母女一起在桃花岛享受过美好的时光，也一起在襄阳城出生入死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郭芙都始终陪伴在黄蓉左右。这份情谊是郭襄无法比的。有人说，郭芙之所以陪在父母身边，是因为郭芙没能力，只能在父母身边啃老，什么都听从父母安排，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做什么事、嫁给什么人，都是父母为她做主。其实，像郭芙这种依附性的孩子，强势的父母一般是很喜欢的，他们很愿意插手孩子的事情，为他们安排一切。但郭襄显然不是依附性人格，她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她不会凡事都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她有自己的主见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郭襄目睹了父母对郭芙的宠爱，以及对自己的严厉，她自然心里不平衡，于是对家庭的依赖就会没郭芙那么深刻，所以她才会四处流浪。很多人觉得郭襄到处找杨过，不管家。其实郭襄认识杨过时只有15、16岁，虽说情窦初开，但也很懵懂，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错把崇拜当爱情也是有可能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加上他的聪明，他也不是不知道杨过已经和小龙女在一起了，他就算找到杨过又能如何？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郭襄一直在找杨过，但是一直没找到。杨过很难找吗？他和小龙女回了终南山活死人墓，难道郭襄会不知道？郭襄之所以四处流浪，明面上是在找杨过，实际上是想为自己无处安放的内心寻找一个归宿，而峨眉山就是他的归宿。家人战死襄阳时，郭襄还在外游历，恰好没在襄阳，但并不能说他就是贪生怕死之徒。如果他在襄阳，也会义不容辞和父母家人一起战死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郭襄其实是遗传了郭靖的侠义和黄蓉的智慧的，他的武学天赋也十分惊人。在以男子为主的武侠世界，他一介女流能够白手起家开宗立派，还能自创绝世武功名扬江湖，真的很不简单。他是江湖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女宗师。郭襄心中的大义一点不比郭芙少，他创立的峨眉派始终把驱除蒙古鞑子、保卫汉家河山作为宗旨。峨眉派也一直是中原武林与蒙古鞑子对抗的主力军。如果郭襄的父母郭靖、黄蓉看到郭襄所取得的成就，也应该会为他骄傲吧。